很多人说诸葛亮的北伐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，但我今天要讲的是，确实有那么一次，诸葛亮把天时、地利、人和全算准了，曹魏那边被打得溃不成军，眼看就要克服中原了，但还是失败了。这可能是蜀汉最接近胜利的一次北伐，那为什么这么有希望成功的一次北伐，最后还是失败了呢？时间回到西元231年，建兴9年，距离上一次北伐已经过去了整整3年。诸葛亮亲率大军开启了第4次兵出祁山。从某种意义上来说，这场仗诸葛亮至少准备了3年。他先是拿下了武都、阴平二郡，扫清了祁山外围的障碍，紧接着又趁着曹魏主帅曹真进军汉中的机会，派魏延和吴懿2路大军冲进了南安腹地，把陇右的魏军打得溃不成军。这一次北伐，诸葛亮可以说是做了史无前例的充分准备。明代思想家李治曾经用一句话评价过诸葛亮：诸葛一生为谨慎。这句话非常贴切。诸葛亮从来不打没有准备的仗，他总是想尽一切办法给自己创造最有利的战略部署。所以这一次用兵也不例外，他一边出兵，一边派人跑了一趟大漠，说服了当时归附曹魏的鲜卑首领柯比能帮忙。柯比能也很爽快地答应了，将兵马屯在石城，摆开阵势，和诸葛亮遥相呼应。这一下，蜀军和鲜卑就形成了一个南北夹击的事态，直接把曹魏给架起来了。面对蜀军的攻势，曹魏的边防根本就顶不住。诸葛亮很快就包围了祁山堡，并且控制了周边的城镇。到了3月份，蜀军攻占了位于祁山东边的战略要地鲁城，兵锋直指天水郡的腹地。可就在这个时候，更诡异的事发生了，魏军内部闹起了粮荒。这究竟是怎么回事？原来在此之前，诸葛亮派魏延和吴懿突袭南安的时候，不光打了胜仗，还把魏军的后勤物资给一锅端了。而诸葛亮也恰恰抓住了这个死穴，对症下药。纵观这第4次北伐，蜀军所有的军事行动几乎都是围绕着粮草这个核心来展开的。面对蜀军咄咄逼人的攻势，曹魏那边也做了一个基本判断，他们认为蜀军的补给线从汉中到祁山绵延500里，途中全是崇山峻岭，运输极其困难，肯定打不了持久战。然而现实却狠狠地打了脸。此时的魏军雍州刺史郭淮为了粮食问题已经忙得焦头烂额，甚至还要去抢羌人、胡人嘴里的口粮。而诸葛亮这边呢，却只是下令让祁山那边的老百姓交了500担的军粮就行了。那么问题来了，剩余的粮草怎么办？这里我就要说诸葛亮的厉害之处了，他专门针对粮草运输的痛点，发明了一个至今还是个谜的黑科技——木牛流马。这个神器在《三国演义》当中被大肆渲染，小说中描绘这个木牛流马不吃草料，可以昼夜不停地行走。当然，这个说法肯定不符合能量守恒定律，即便是今天的汽车也要烧燃油或者用电。不过，根据史书《三国志》的描述，这个木牛流马是需要人力辅助的，估摸着应该就是一个人力推车，但一辆可以装400斤的粮食，而且一天能走20里。完全解决了山地运输的痛点。有了木牛流马的帮助，汉军的后勤压力大幅度减轻，所以诸葛亮根本不怕和魏军打持久战。不得不说，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，这个是古今不变的真理。魏军郭淮那边也通过各种方式暂时缓解了陇右的粮荒问题，但所有人都清楚，一旦祁山失守，蜀军的粮道就完全畅通无阻了。如果以此为据点，在大举北上的话，那陇右的局势将面临前所未有的危险。所以此时魏军上报朝廷，盼望着朝廷中能有一个中路大军前来支援。3月，洛阳的援军整装待发，但统帅的人选却让魏明帝曹睿大伤脑筋。在此之前，大司马曹真一直负责对蜀汉的战事，但去年他兴师动众，强行伐蜀，结果被一场大雨给浇了回来。旧仇未报又添新恨，曹真回师之后就一病不起。那么排在曹真之下的西线大将就是车骑将军张合了。这个张合作战经验丰富，也是曹魏5子良将里仅存的最后一位了。所以按理来说，让张合接任主帅是顺理成章的事。但曹睿却没有这样做，他从荆州前线调来了一个让诸葛亮头疼一生的死对头司马懿。这个做法让当时很多人不解，毕竟临阵换将，这可是兵家大忌。
而且司马懿在军中的资历尚浅，根本没有办法和张合相提并论。这就好比当年让周瑜挂帅的时候，副都督程普也瞧不上周瑜，觉得周瑜太年轻，所以处处跟他作对。可想而知，此时的司马懿日子肯定不好过。果不其然，司马大将军新官上任，3把火还没点起来，就跟2把手张合闹掰了。两人发生了激烈的争执。之前从没有跟诸葛亮交过手的司马懿，主张持重待机，步步为营。他命令郭淮、费耀等人只留下4000人守卫上邽，其余主力倾巢而出去救援祁山。他自己呢，也准备集结关中的部队作为后援，摆出一副要和诸葛亮决一死战的架势。但跟诸葛亮打了半辈子交道的张合却极其谨慎，他主张分兵驻守雍城、梅城作为预备队，一来是防备汉军派骑兵偷袭关中，二来也是做好了梯次防御的准备。司马懿听了直接嘲讽张合，觉得他太保守。要论兵力，曹魏的援军号称10万，加上地方部队，兵力几乎是此时蜀军的3倍。孙子兵法也说了，实则为之，备则攻之。魏军又是本土作战，司马懿的谋划其实更符合常规。只可惜他这次的对手是诸葛亮，而接下来的战局很快就超乎了所有人的预料。让司马懿万万没想到的是，他救援祁山的大军还没到位，诸葛亮居然亲自找上门来了。上邽不光是天水的重镇，更是陇右的屯田中心，所以魏军的口粮全部在这里。在陇右普遍缺粮的大背景下，一旦上邽的屯田被毁，魏军就只能依赖关中补给，那样就会和蜀军一样走上千里运粮的道路。很显然，司马懿对蜀军的战略目标出现了重大的误判。他一心只想着救祁山，以为攻占祁山就是战役的关键，哪知道诸葛亮根本不纠结于一城一池的得失，玩的就是釜底抽薪。他的目的是要从根本上动摇魏军在陇右的作战能力。此时，魏军的大将郭淮和费耀再次被打得溃不成军。司马懿统帅大军刚到陇右，就听说屯田失守，这下司马懿不得不连夜赶去救援。诸葛亮的断敌粮草计策已然得手，便主动后退，退到了木门一带的山地丘陵，想引诱魏军追击，好发挥山地作战的优势。而此时的司马懿也确实领教到了诸葛亮的厉害，便高高挂起了免战牌。祁山从2月份被围，已经坚守了3个多月，鲁城离祁山不过咫尺之遥。面对蜀军的连日辱骂宣战，司马懿选择坚守不出。可司马懿能忍，底下的部将却忍不了。他们再三请求出战，还撂下了一句狠话：“攻魏蜀如虎，乃天下笑何？”这司马懿本来就是空降司令，根基不稳，再加上被自己的部将这么一怼，更没面子了。为了保住自己摇摇欲坠的军事威望，出战已经是司马懿唯一的选择。此时蜀军在鲁城周围依托3式布防，形成了一套严密的防御体系。在鲁城南面的西汉水北岸地势开阔，诸葛亮亲率主力在这里镇守；而西汉水的南岸山路崎岖，通行不便，则由王平率着蜀汉最精锐的部队武当飞军驻守。这一重一轻的部署，彻底切断了魏军救援祁山的道路。建兴9年5月，经过长时间思考的司马懿终于出招了。他落下了第一手，就砸向了蜀军看似兵力薄弱的南岸。他命令副帅张合率领重兵沿着西汉水南岸长驱直入，强攻王平的阵地。可惜令司马懿万万没想到的是，蜀军部署在南岸守将的王平，统领的是武当飞军，是蜀军中1等1的精锐，尤其擅长山地作战。南岸这边依山为营，任凭魏军攻势再猛，王平的部队却稳如泰山，这让张合瞬间束手无策。就在张合陷入苦战的时候，司马懿率领中路主力沿着西汉水北岸大道直扑诸葛亮的大营。可他万万没想到的是，诸葛亮对南岸的战事根本不理睬，而是严阵以待，就等着司马懿的到来。诸葛亮自北伐出祁山以来，就在鲁城苦心经营，显然是看中了这里的山水地势，适合蜀军一展所长。可以说，鲁城就是诸葛亮预设的理想战场。他指挥蜀军一退再退，就是为了把魏军引诱到这里。最终，在蜀军的攻势下，魏军战败了。这些失去秩序的魏军，就是一群待宰的羔羊。此时的司马懿正在经历着他人生中无比陌生却又痛彻心扉的惨败。
三军可夺气，将军可夺心。司马懿想要稳定战线，显然已经不可能了。于是魏军拔营后撤，向上邽方向收缩防线。诸葛亮则乘胜追击，一路追到了木门道，再次兵临上邽城下。经过一番激烈的冲突，双方似乎又回到了前线对峙的态势。但今时不同往日，司马懿既丢了屯田补给，又在岐山脚下元气大伤，可以说里子面子都输了个精光。他在军中的威信更是一落千丈。更荒唐的是，由于上邽屯田的粮食被蜀军缴获，因此司马懿大军现在还没有在惨败中缓过来，又面临着粮草的问题。于是诸葛亮把握战机，迅速派出使者通知镇守汉中的李严，准备打出最后一张底牌，突袭关中，彻底切断陇右魏军的补给线。此时魏军主力集结陇右，由于司马懿当初拒绝了张合留兵后防的建议，导致关中地区无比空虚。一旦李严率领2万大军杀出秦岭，关陇通道将应声而断。对于已经面临断粮的司马懿大军而言，这无疑是灭顶之灾。我们重新复盘一下这次诸葛亮北伐的整个过程。他先是在陇右五谷的大背景下，围绕着补给问题大做文章，趁着魏军主力尚未赶到，先发制人，一举破坏了上邽的屯田基地。所以司马懿起初想通过粮草补给卡诸葛亮的脖子，却没想到反被诸葛亮给断了粮。从某种意义上来说，建兴9年的蜀军是最接近胜利的一次北伐。他们非但有望夺取陇右，甚至有可能将10万魏军一举歼灭。复兴汉室在此一役。远在洛阳的曹睿也慌了，尽管不断向陇右增援，但远水解不了近渴，可终究是人算不如天算。正是天不助我，助瓦曹。发生什么事了？李严按兵不动了。如此良机，诸葛亮身在局中都能洞若观火，可远在汉中的李严这波操作实在令人费解。既然断其后路的上计不用，诸葛亮便退而求其次，做好了跟魏军打持久战的准备。然而就在这拖延之间，战机稍纵即逝。6月下旬，大雨连绵，蜀军的水陆运输都面临了窘境。当然，恶劣气候从来都是双刃剑。蜀军虽然说补给困难，魏军同样也是焦头烂额。此时此刻，比拼的就是双方的耐力，谁能坚持到最后，谁就能笑到最后。诸葛亮出兵以来，可以说是算无一策，没想到千算万算，却没算到后院起火。面对运输困难，总督后事的李严直接选择了放弃，并且派参军马忠到前线催促诸葛亮撤军。这古代打仗啊，粮草是三军的性命，任凭诸葛亮有通天彻地之能，也唯有撤兵这一条路了。随着蜀军退去，司马懿终于也松了一口气。他自受命西征以来，司马懿的军事生涯从高峰瞬间跌入谷底，可以说是逢亮必败，处处受制，颜面扫地。他急需一场军事胜利来挽回自己的声望，所以看到诸葛亮撤军，他毫无疑问的要进行反击。既然蜀军粮尽退兵，又有岐山要塞阻塞在后，只要追上去就能将蜀军拖住，一雪前耻。于是司马懿命令副帅张合率军掩杀。然而诸葛亮把这场退兵指挥得游刃有余，在木门道给张合设下了一个致命的埋伏。木门道一带两山相逼，狭窄处不过有50米左右，恰好是蜀军连路大显身手的地方。所谓趁高不服，弓弩乱发，张合的一世英名就此化为泡影。俘虏齐飞万点星，木门道上设雄兵。诸葛亮的第4次北伐也就此落下了帷幕。诸葛亮收获了一系列的战术性胜利，却与夺取陇右擦肩而过。这到底是天意弄人，还是谋划不当？很快，诸葛亮就得到了答案。这一次北伐的失利，最大的罪臣是谁？就是督办粮草运输的李严。李严字正方，荆州南阳人。建安13年，曹操南征荆州的时候，他不愿降曹，西入益州，受到了刘璋的重用。后来又在锦竹之战时率众投降刘备。由此可见，李严虽然说是刘璋的旧部，但入蜀较晚，资历不深。他又出生在南阳，因此非常得刘备的信任。他和诸葛亮一样，都是刘备的托孤重臣。刘备阵营分荆州派和益州派，在白帝城托孤之时，刘备经过深思熟虑，要选出一个才干出众、可以配合诸葛亮，但又不能影响力过大，以至于喧宾夺主。因此，人谋不臧的李严就是最好的人选。
但刘禅继位以后，随着李严的地位逐渐稳固，他的野心也逐步开始膨胀。于是他利用诸葛亮北伐的时机，趁火打劫。他先是在诸葛亮发动第一次北伐时，要求调动自己的部队协防汉中，借机与诸葛亮分庭抗礼。建兴8年，诸葛亮获悉曹真举倾国之兵3路来犯，再次征调李严所部2万人协防汉中。如此大军压境之际，李严居然拿着国家危急存亡当筹码，和诸葛亮讲价钱。他要求诸葛亮给自己开府，希望得到更多的权力，与诸葛亮平权，并且提议划分5个郡作为8州，自己担任8州刺史。这当然不为诸葛亮所允许，但事急从权，作为交换，诸葛亮表奏李严的儿子李丰作为江州都督，又命令李严以中都护的身份统管汉中丞相府的事务。明眼人都看得出来，这实际上就是将蜀汉的江州、汉中2大区域都交给了李严父子。获得重大利益的李严率2万人奔赴汉中，并且受到了诸葛亮的信任，全权掌握了北伐大军的后勤。诸葛亮的一再退让，反而让李严认为自己有染指最高权力的可乘之机。然而，汉军在前线节节胜利，一旦成功夺取陇右，诸葛亮的声望将如日中天，李严将失去任何挑战诸葛亮权威的机会。于是，三国时代的12道金牌就此诞生。又恰好天降大雨，运输粮草确实是客观上遇到了困难。李严也借机救坡下驴，借着天灾掩盖其不作为的事实，欺上瞒下。或许李严没有感觉到事态的严重性，以为诸葛亮还会和以往一样以大局为重，忍气吞声。但他未曾想到，诸葛亮之所以对他一再忍让，是出于维护北伐大局。现在李严竟然为了一己之私侵害了北伐，这已经触犯了诸葛亮的底线。很快，随着北伐大军接近汉中，李严嗅到了不一样的气息。从各种情报判断，今时不同往日，诸葛亮很生气，后果很严重。慌乱之余，李严准备将黑锅扣到了押粮官陈述的头上，打算杀人灭口。又看着局势一发不可收拾，便称病离开汉中，准备溜回江州投奔自己的儿子。于是诸葛亮上表废除李严，在他的公文上，几乎所有蜀军都有签名。我们站在后世回顾史实，不难发现，李严在建兴6年之后的政治野心是何等的可笑。任凭他有托孤之名，都督江州，手握兵权，但在诸葛亮面前却完全不堪一击。然而当局者迷，随着权力的增大，本就自负的李严已完全丧失了自知之明。他以一己之私祸及中兴大业，最终害人害己。随着李严被一撸到底，刘备、白帝城托孤以来留下的政治隐患也基本解决，但代价却无比沉重。随着蜀军的撤退，建兴6年以来，诸葛亮通过一系列复杂的攻防，创造出来的战略机遇已然失去。当然，第4次北伐也证明了一个铁一般的事实：诸葛亮指挥下的蜀军，无论是野战能力还是战略部署，都已经完全超过了魏军。可惜，这样有希望的一次北伐，最终也因为内部矛盾功败垂成，实在令人惋惜。好了，今天的故事我们就分享到这里。如果李严不从中作梗，诸葛亮能否一战定乾坤？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。如果说喜欢我们这一期的节目，也别忘了点赞关注。我是卡洛，我们下期再见。